任天堂也要做 VR 一体机了吗？根据一名推特舅舅党的爆料，任天堂目前有一个正在测试的 VR 眼机项目，谷歌也有参与其中的研究。这款设备具备目前主流头显那样的混合现实功能，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当做 Switch 2的配套显示器。以上这些都还算符合逻辑，但爆料人还提到了会用 Micro LED 屏幕，这就让我极度怀疑了。考虑到 Micro LED 现阶段的制作成本和量产难度，在商业产品上被称为未来的显示屏，完全不符合任天堂的用料习惯和面对的用户群体。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判断这是个谣言，或者说是认定任天堂就不会做 VR 眼镜了，而是说这个东西它离商业层面的面世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个爆料即便是真的，也是说了相当于没说，因为大家都觉得老任迟早有一天会带着全新的 VR 设备来致敬当年的 Virtual Boy， 所以这个爆料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大家随便听听就行了。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速递，我是老朋友翟老师。接着是一波 VR 游戏资讯。VR 游戏工作室玩火团队宣布将与灵媒背后的游戏厂商 Bloober Team 和 Meta 双方一起合作，推进全新的 Quest 游戏项目。根据标签来看，应该是恐怖题材的 VR 游戏。实际上 Bloober Team 前几个月成为了玩火工作室的股东，而他们早前也有跨平台热门游戏 IP 层层恐惧的 VR 版和女巫布莱尔两款作为代表的 VR 恐怖游戏，也是 Quest 上早年最为大家熟知的游戏作品之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此次很有可能是打造层层恐惧 VR 的全新续作。一般来说，如果只是原创 VR 游戏作品 ，Meta 不太会见得在开发初期就早早的介入，肯定是光游戏名就足以让他们觉得该投资了。不过也有人猜测会不会是 G002 的 VR 一体机版，这样的猜测原因是因为 Bloober Team 制作 G002 重制版已经好几年了，然后我个人感觉他们本质上也只是在给科乐美打工制作重制版，并不具备对于 G002 有什么自主开发权利。不过说到 G002 作为一款 PS2 时代就诞生的游戏，考虑到有生化危机4 Quest 版珠玉在前， Meta 要是有这想法重制成原生 VR 一体机版，理论上没有什么难度，希望将来真的有一天能够实现吧。开发过 VR 视觉小说游戏系列的日本游戏工作室 My Dearest 宣布了 VR 新游逆法冲冠，这一次也是一改团队往日的游戏风格。根据游戏的 Steam 官方页面，我们可以得知，这是一款以近战为主、射击为辅的 3v3 团战 VR 动作游戏。玩家可以选择各种拥有特异能力的角色来摧毁对手，取得胜利。VR 玩家将具备一个超能拳套，装备使用后可以像超人一样冲上天空，一拳击毁建筑物。同时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专属武器以及对应的终极技能，比如发射小型导弹、激活大型重力场、治疗朋友等等。游戏确认会有中文语言支持，将在北京时间9月7日到24日开放分册的申请，分册呢只在 Steam VR 上进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VR 跳舞节奏音游弹石大曲将于9月15日上线 Steam VR。VR 玩家可以将 Meta Quest 或 Index 手柄绑在腿上，然后用双脚跳舞。看预告片，这编排很像是跳夜步舞，其中不同手柄的绑法也是不同的。Touch 手柄是绑在脚背上，直虎手柄是绑在小腿上。如果你能有多个追踪器，那是最好的，可以直接实现全身追踪的玩法。不仅仅是用脚跺节拍，在手部也会有不同的节奏音符需要击打。游戏也会上线自定义曲谱的编辑器，社区玩家可以制作你自己感兴趣的歌曲曲谱，并分享给其他玩家。如果你没有绑带，游戏官网也有相应的 VR 手柄和追踪器的绑带配件可以购买。不同的手柄所需要的绑带是不同的，大家千万不要买错了。不过这价格吧，感觉是去卖配件要大于卖游戏本体的意思了。大家有能力的还是自制改造下现有的配件，感觉才是最有性价比的。接着还是一款 PC VR 游戏，以《鲁滨逊漂流记》为灵感制作的全新 VR 硬核生存游戏 Bootstrap Island， 跟绿色地狱 VR 非常相似的题材，主打动态的昼夜循环，逼真细致的物理互动，并尽可能采用最少的菜单和自然的交互方式来营造身临其境的 VR 探险。游戏背景呢是设定在 VR 玩家作为17世纪一场海难的唯一幸存者，流落到了神秘的热带岛屿，岛上充满了致命的威胁和有待探索的秘密。VR 玩家必须尽快学会适应，并在这个充满致命威胁和秘密的神秘无情岛屿上生存下去。游戏有一定的 roguelike 元素，包含随机化的资源收集和会影响叙事走向的个人决策。游戏将于2024年第一季度在 Steam 平台推出抢先体验版，目标是在2025年发布游戏的完整版本。
最后是 Roblox 在9月9号举办了线下年度开发者大会，期间宣布下个月 VR 一体机版将正式上架 Quest 官方商店，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为此给参与会议的所有开发者人员免费送 Quest Pro。你没有听错，就是免费送，而且是 Meta 自己决定慷慨提供的，并不是 Roblox 主动要求要送。Meta 这样的用意其实也是很简单，之前我评测 Roblox VR 的时候总结了，基本上像是一堆完全没有用过 VR 的外行人强行移植了一个版本，里面很多游戏的交互都还是停留在电脑或者手游的操作逻辑，也就代表着到目前为止 Roblox VR 上真正原生为 VR 打造的游戏没有几个，而 Roblox 开发者大会的与会人员都是平台的深度开发者用户，借此送出 Quest Pro， 一来是让开发者们有合适的硬件和足够热情去为 Quest 版 Roblox 开发游戏，其次就是 Meta 还能够体面的清一下 Quest Pro 滞销的库存。毕竟，即便是降价出售 ，Quest Pro 明面上还是值$1000的数码产品。我建议有朋友想低价入手 Quest Pro 的，有条件的话，未来可以在国外的二手交易网站蹲一蹲啊，说不定能够捡漏没有怎么用过的 Quest Pro。目前来说，能够好价到手的话，依然还是很香的。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而是要陪着 VR 成熟的另外在游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